角度做成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注意看，中国小伙为何会被裁判无情罚下场？而此刻的中国选手如同犯错的小孩，低头不知所措。原来是在比赛期间，中国选手无意施展足球，踢打废了日本冠军的脖子，而日本选手的教练要求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，这才发生了屏幕开头的那一幕尴尬场面。此人就是来自内蒙的佐尔特塞格。佐尔特塞格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拳击冠军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综合格斗这项运动。至此，佐尔特塞格这位拳坛重炮手便开始了连胜之路，一路过五关斩六将，几乎将格斗领域的大佬挨个挑战了一遍。听闻此等消息，日本柔术大师中原吉树终于坐不住了。如果再让佐尔特塞格在国际擂台连胜下去，绝对会影响到日本拳坛的发展。所以中原吉树对佐尔特塞格发起了最终挑战，并放话要用1回合将佐尔特塞格搅晕送走。当然，有没有实力还需上台碰一碰便知真假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。第1回合开始，佐尔特塞格的上肢十分的粗壮有力，而他也常常利用摧枯拉朽般的重拳秒杀对手。所以中原吉树只敢在中远距离试探，还想找机会施展下前抱摔将佐尔特塞格拖入地面缠斗。不过真要缠斗在一起，佐尔特塞格的手臂力量足以让日本选手打鼾。自己被足坑沟的代价，那要害怕的是中原吉树啊！中原吉树，哎呦，佐尔特塞格这核心力量真是好哦，转得太快了。但还是抢到了一个侧向压制的位置，中原吉树。但是首先这是一个50-50的身位，他的头部被控制住了。是，两个人爆发力真好啊。佐尔特塞格的力量也非常非常棒。这个位置中原吉树称不上有优势。中原吉树呢，必须要通过自己下身的反弹来转换过来，但是呢，使用这个位置不是太好，而且呢，他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头部进行一个拖出。来了，拖开之后的话，还是进入到佐尔特塞格的半防守当中。虽然说中原吉树的剧烈挣扎挣脱了头部的束缚，但是自己的2条胳膊还被佐尔特塞格牢牢控制着。原以为中原吉树依靠灵活的柔术技术能够完成 KO， 这么一对比，印证了佐尔特塞格的身体力量超乎常人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技巧都只是笑话。哇，佐尔特塞格控住对方2边手臂，哇，这力量是真不错。但两个人由于在整体的力量较量上面会非常接近，所以说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话，谁也没有办法对对方实施一些有效的打击。是。中原在尝试抽出自己的左腿，但是对方扣的也是比较紧。中原切膝扩腿了，漂亮。但是另外一边呢，又被佐尔特塞格给缠上。是。这个距离可以做一些打击。中原呢，刚刚开始使出自己的使出自己的肘击。佐尔特塞格还是尽量把对方的身体和自己之间的距离拉小，不让对方能够抽出拳头来。没错。中原吉树这个上位打的还是非常非常有经验。来，机会断头台的位置转得漂亮。哟，佐尔特塞格一身蛮力啊！重新回到站立的中原吉树也是有点不服气，不甘心就此被佐尔特塞格依靠力量压制，随即时不时出手来寻找来到地面缠斗的机会。要知道蒙古勇士的拳头又重又狠，这伤害如果打到中原吉树身上，将是爆炸性的伤害。此时的中原吉树别看表面淡定稳如老狗，殊不知内心慌得要命，生怕佐尔特塞格来个野蛮冲撞将自己撞倒。是不是还要一味的跟对方拼地面？佐尔特塞格呢，就是他的本身是拳击出身的。你看这拳打得真漂亮。后撤过程当中打一个前手摆。哇哦，佐尔特塞格的摆拳太有威胁了，他现在几乎没有任何防守报价，是把手臂往下垂着等你过来。因为他距离现在拉开了嘛，距离拉开之后呢，这个我现在不担心你通过这个刺拳、直拳能够打到我，但是我通过这个摆拳，我通过这肩膀的摇动、身体的转动，我这拳能够着你。哇！蒙古胡彦斌这一拳确实打得相当的有分量。中原算是碰上硬茬了。
现在来看的话，两个人都不太敢打，主动近身，而佐尔特塞格的话，更多的还是把自己的进攻重心放在他。如果单论柔术技术，或许中原极速可以处于领先，但是毕竟两位选手的力量相差巨大。中原极速在吃亏之后，也不敢再主动逼近内围。相反，佐尔特塞格却发起了主动进攻，试图要在这回合铃声敲响之前结束战斗，避免在后续回合因为体力消耗问题丢失比赛点数。身体的控制，下压弹腿，重心极棒。刚刚的这个脚力上面来看的话，佐尔特塞格又占上风了。中原，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怯战了。是，一身的腱子肉，对上这样的一个对手，居然没有任何的优势。是，他可能现在就是往后打呢，消耗一下对面的佐尔特塞格，看看对面体能上会不会有问题。你看，佐尔特塞格手胳膊完全是垂下来的。对。他知道说你的臂展、你的控制距离没法打到我。漂亮，护持打掉了，护持打掉了。哇，中原！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在上回合末，中原极速可是吃到了佐尔特塞格多次重拳砸击，要不是他自身比较抗揍，说不定早就躺下呼呼大睡。这也充分说明了佐尔特塞格是一位抓住机会绝对不放弃的狠人。哪怕此时此刻中原极速再次逼近，试图争夺比分，佐尔特塞格依旧在尽量保持安全距离，等待再次发起冲锋的机会。那太迟，也在减轻自己的体能所耗，他没有太多无谓的这种消耗动作。今天他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比赛的态度，在和中原极速进行比赛。这是红脚选手天然的一些。中原极速终于忍不住了，主动下前抱摔佐尔特塞格。刚刚来到地面，两位选手还出现了短暂不知所措。不过佐尔特塞格很快就准备依靠一身蛮力艰难起身。这时候，就算中原极速再渴望打地面，也得暂退锋芒，松开双手，要不然再出现一次举高高摔在地上，绝对非常疼。把位对不顺手啊，换了，转到身后。但是佐尔特塞格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力量再次重新起身，并且再把中原顶到笼边。中原要保护好这段时间他的身上任何可能被击打的部位，因为佐尔特塞格有可能在瞬间扑出的瞬间做一个击打。两个人拉开了。连续的撤步，居然完全躲开了对手的抱摔，但是呢，一边腿被控住，单脚脚趾抠住了笼边。这个是算违规的啊，他应该就是他现在只是卡在这个位置上面啊。刚才做了一个双脚蹬笼边的一个动作。对，虽然说整场下来一直都是佐尔特塞格用蛮力威胁中原极速，但是长时间地面缠斗还是消耗了大量体能。佐尔特塞格既不想放过对手，也只能一屁股坐在地上休息调整，时不时用拳头狂砸中原极速的头部。双方也算是暂停比赛，给对手喘息的机会。佐尔特塞格这个动作消耗并不大。因为他坐着可以用一个以逸待劳的姿态来反映对手的反应。对自己提升的位置，反倒他进位置跌失身位了，再转换。中原想做佐尔特塞格的足跟钩吗？应该是在做了足跟钩。佐尔特塞格击打对方的肝区，通过击打来破坏对方的把位。这个角度似乎想做成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一下呢，应该是算什么？算倒地的时候做了一个踢击，是不是算了？最终因为佐尔特塞格做出了足球踢行为，裁判拿出了红牌，将其罚下场禁赛处理。
同时也宣布今晚的比赛无结果。如果真的打满3回合，说不定佐尔特塞格真有机会将其降服 KO。大家认为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